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太子这个词啊，在历史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没错，这个确实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一个话题。对，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太子的这个定义啊和这个册立的制度。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咱们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太子这个词在历史上它的含义和它的称呼有什么样的变化？最早在商周时期啊，那个时候其实太子和世子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天子或者诸侯的法定继承人，那么都可以叫。然后到了秦汉，就只有皇帝的儿子继承人才可以叫太子了。而且呢，太子是最正式的一个称呼，其他的比如说王或者诸侯的后代啊，就只能叫世子了。原来这个称呼的变化背后还有这么多层意思。对，然后没错，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储君呀，或者说太孙啊，这种就是有时候会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面，就是金啊、元啊这两个朝代比较乱，就庶子它也可以叫太子。甚至一些不是很正式的场合，就民间或者说小说啊什么的，还有这种几太子的这种说法，其实制度上面是没有的。那就是说，太子在朝廷里面的地位到底有多高？太子其实就是储君嘛，那他就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他的地位在整个国家里面是仅次于皇帝的。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类似于朝廷的这种机构，就东宫，他的自己的官员体系嘛。也有自己的卫队，他的妃嫔啊什么的也都有真实的封号。那这么说的话，太子的权力还挺大呀。对，没错。而且比如说有的时候皇帝如果出巡啊，或者说身体不好啊什么的，太子还可以监国或者摄政，就是代行皇帝的权力。这个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例子，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高。那中国古代在立太子这件事情上面都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呢？最基本的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嘛，就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这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从西周到明朝，这个基本上都是非常严格的执行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就是皇帝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政治原因会有一些变动。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有的，比如说清朝的雍正以后就搞了一个秘密立储，就皇帝把这个名字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等到他驾崩之后再公布。还有比如说就是一些没有嫡子的话，就一些兄终弟及呀，或者说选贤啊这种方式，但是每一个都要经过皇帝的一个正式的仪式，就是册封才算是合法的，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家的安稳嘛，所以是每次都很慎重。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咱们来聊一聊太子和皇帝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那这对权力搭档他们的最核心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其实最根本的冲突就是皇位只有一个，但是两个人都离得太近了。就是皇帝嘛，牢牢地把着权力不放，就怕太子来抢班夺权，所以他就会往猜忌，甚至是打压太子。那太子明明是一个继承人，他就时时刻刻的活在皇帝的阴影之下，他又怕自己说错了哪一句话就被废掉了，所以他心里就很压抑。再加上呢，就是有一些权臣他们会各自去押宝，这种押宝就会形成皇权和皇储权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几乎就是一个死结。你觉得就是皇帝和太子之间这种性格上的反差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其实这种对立的性格就会让他们在很多治国理念上面产生分歧，就会直接影响到整朝廷的整个大政方针的走向。像汉武帝和太子刘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非常的强硬，一个是非常的仁厚，那他们两个之间就会经常意见相左，那这个时候就会让太子和皇帝之间变得更加的紧张。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权臣从中挑拨的话，就会让这个矛盾被无限的放大，要么导致太子被废，要么就是更极端的情况。你觉得就是朝堂上面的这些权臣，他们的存在会对太子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每一个太子身边啊，都会慢慢的聚集一批支持他的人。这个官员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嘛，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巩固地位，但另一方面呢，也容易引起皇帝的警惕。那皇帝就会想办法去削弱这个太子的势力。那个时候就听起来太子其实挺危险的。
对，你想啊，历史上看太子能顺利继承皇位的都不到一半，那大部分都是要么被废掉，要么被杀了，要么就卷入政变了。那他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权力的漩涡，对，它非常的脆弱。咱们来进入今天的第3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太子之争。咱们先来聊第一个啊，就是武官之乱。这个武官之乱到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其实就是中国最早有记载的一次王位的争夺。就是大禹，他原本是想传位给这个伯益的，但是他的儿子启呢就不服气，就把这个伯益给干掉了，自己做了王。然后呢，就破坏了这个禅让的传统规矩，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原来家天下是从这儿就开始有了。对，然后等到了齐老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又开始争。那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武官呢，他就开始叛乱了。叛乱之后呢，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这个夏朝的元气也就大伤了。然后后面就出现了太康失国啊，像整个中原啊，就陷入了几十年的动荡和混乱，开启了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这个夺嫡的戏码。你觉得这个玄武门之变这个事件它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李渊他建立了唐朝之后啊，他的太子李建成和他这个秦王李世民，这两个人的势力就越拉越远。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嘛，然后李世民呢又屡立战功，他这个威望实在太高了，所以就会让这个局势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最后就只能是你死我活了。对，没错。然后就是武德9年啊，这个李世民就在伏兵这个玄武门，把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杀了。就这样，这个李渊被迫退位了。那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就彻底的改变了皇位的这个继承的规矩，也让这个大唐的整个政治走向变成非常强势一个集权的道路。那你觉得这个清朝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个事件它最终给清朝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深远的变化？这个就是康熙的晚年嘛，他这个皇太子的这个位置空出来了，然后他这几个儿子呢就分成了好几派，开始明争暗斗啊，包括这个4阿哥啊，还有14阿哥，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斗争其实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权臣，也涉及到很多这个兄弟之间的互相算计。最后就是谁胜出了？最终就是这个4阿哥胤禛胜出了嘛，他成为了雍正帝，他也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呢，他就建立了一个所谓秘密立储的这个制度。他把这个传位的诏书呢，就藏在这个正大光明匾的这个后面，就削弱了这个皇子之间的这种争斗，也让这个皇权的交替啊变得更加的平稳，深远的影响了之后的这个清朝的政治。聊到这儿，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太子的命运，其实都深深的印刻着那个时代的权力的博弈和历史的选择。对，我觉得这些故事背后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无论哪个时代，权力和亲情之间的拉扯都是让人特别唏嘘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